好，我是 Peace and Yummy 的 Rich。今天呢，这一道呢也是在我们的留言上面，大家一直点阅要学习的，叫做新猪肉的延伸料理是什么样子的料理呢？我今天要用新猪肉来做一个印度风的姜黄咖喱素的烧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来处理我们的食材哈。那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荸荠呢，把它拍碎，然后呢，把它切成泥。然后甚至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呢，就是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塑料袋、防热的这个塑胶袋里头，那直接把它拍。好，烧麦一定少不了这个荸荠，它吃起来就是软中带一些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切的是我们的这个木耳。那木耳你要用那个黑面白背的啦，或是新鲜的，或是干品都可以哈。那我今天买的这个是我们台湾自己的新鲜的木耳，一样切细切碎。今天我这个馅料上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风味哈，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因为我们吃素的人没有动物性的这种肉的香气，我们都是要靠食材。干煸的动作就很重要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杏鲍菇，先把它切片。哦，就这样切片哦，然后再来呢切成大丁，因为我会做一个干煸的动作。你如果切太细的话呢，一干煸它就会整个吃不到。你不要感觉好像很多，其实等一下干煸以后，它这个多糖体一释放出来，它整个缩水你就看不见了。但是你可以吃得到它的口感，是很神奇的。然后我们的杏鲍菇也处理完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的这个红萝卜。今天这个红萝卜在我们的食材上有2个部分，一个是切成细丁入馅料，另外一个是磨成泥做成素蟹黄装饰用。好多有多细哈？我请我们的摄影师把这个画面带一下，就这么的细，好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再拨一点，就是这么的细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因为这个季节夏天是嫩姜的季节，我用嫩姜，好取一节，因为它是主要是味道 ，OK， 然后一样的，好就这样。不喜欢吃辣的朋友，就是姜味太重的，你可以用嫩姜，就像我现在在用。如果是你是冬天的话，就放再更小一些，就取它的味道。姜它本身有平衡食材寒性的作用哈，尤其是吃素的朋友，所以我们姜真的是非常重要。好嘞，好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芹菜的部分哈。芹菜呢，像这种台湾的这种芹菜，它叶子比较苦，但是呢，你如果能够取出它这个嫩叶的部分，它真的是很香。所以今天Rich呢会取这样子来看一下哈，就这一根我会用，因为它有嫩叶比较香。另外比较粗梗的，我叶子就不用，就把它遮掉。那我们就一样把它截短哈，截短到我们需要的一个长度 ，OK。那也不需要太多，就是要它的香气。然后如果在国外的朋友，今天说啊，Rich，你们这个台湾的芹菜我们没有，我们可以用什么？我们可以用西洋芹，好，只是说它的香气啊没有这么的重。西洋芹它基本上它口感比较好，然后我们东方的这种芹菜呢，它香气比较重。然后日本的话有一种叫做鸭儿芹，也是可以，或是水芹，都是可以的。我们要的就是它的香气而已 ，OK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来调我们的馅料喽。我们馅料呢有的要炒，那有的不用炒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先来处理的就是我们鲜味的来源——杏鲍菇丁。杏鲍菇丁呢，你要煸出它的香气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少油煸，一种是干锅煸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用的是干锅煸。好，放进去以后呢，再来开火。
烟已经出来了，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？现场是看得到的，但是呢，或许画面会看不到。好，那也有颜色喽，你看哦，它水分有出来了，然后再来耳朵拿出来，你会听到滋的声音，这表示怎么样？菇类的水分已经渗透出来。煸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听不到声音。水蒸气比较少，表示它好了。好，那关小火，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里头。圆锅，好，再来就要放油了哈。我们要来炒我们的姜，少量，不需要多，把我们的姜放下去。好，看到烟出来，闻到味道的，这时候我们可以下什么呢？下我们的木耳。倒出来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萝卜，也是少油下去炒。你可以跟刚刚的这个木耳下去炒都没有问题。好，让它含一点颜色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哦。好，刚刚我们那些菇类都炒完了哈，这重点来了，就是我们要来炒我们今天的素蟹黄。一样透过油把它炒出来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调味，它本身就有甜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熄火。我们现在要来爆香，我们这个是姜黄粉，这个是咖喱粉，趁着余火在就放下去就好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呢，再开火，但是要留意了。你看哦，它已经冒烟了哦，有吗？好。是不是离开了？就是因为它锅的热气在，我油放下去再炒一下，把什么呢？把姜黄素炒出来 ，OK。所以姜黄咖喱是属于油脂性的，炒香了以后不能等它 boiling， 就是等它滚，味道出来，颜色出来，再把它倒进去，就完成了。好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新猪肉放下去，再做一个调味。好，刚刚呢，我们炒好的这个姜黄咖喱的材料跟一些我们爆香的素材，我们就放在碗里头哦。那我们来调味喽。因为这款新猪肉它本身是有咸度的，我们这个烧麦，你蒸出来你要还沾酱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调淡一些。如果你要直接吃，那我们这样就一个味道就到位。那我们的荸荠，就是马蹄，就把它放进去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的芹菜。现在有新猪肉真的很方便哦，像我们同学在做这个的时候，真的是要放一大堆的辛香料，然后一大堆的粉，现在基本上都不需要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今天准备的是地瓜粉，你也可以用木薯粉，你也可以用莲藕粉，重点是要让它比较能够有这个粘稠，把它当做是一个粘稠剂在使用就对了。好，我们先放一点。什么粉都可以，不要面粉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调味料呢有2个部分，一个是酱油露，然后一个是酱油膏。你要看哦，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馅料味道是可以的，你就不用放那么多。好，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油膏，其实我放的真的很不多。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麻婆臭豆腐，大家如果吃过就知道它本身它就是有咸度的，然后油脂的部分一定不够，所以我们再放一点油。而且我们今天放的这个红萝卜啦、菇类啦，然后甚至我们的咖喱也都是需要吃一些油的。做丸子类的，如果本身您看了我们片，你本身是会做豆腐丸的，我相信这个对你而言都不难。来，有没有办法整形？你手感摸摸看。它如果是水分还蛮多的话，没有办法在你的手上整形，那表示呢，它的粘稠度不够。这时候我们再来放粉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再放一点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样大家了解吗？我们这样子就有点像在做肉丸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来包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烧麦。
好，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烧麦的皮是怎么来的哈。这个就是我们外面都有一些卖面条啊、卖水饺的，要用馄饨皮，好，不是用水饺皮，因为水饺皮它比较厚实。好，当然如果朋友说会擀的话也是可以的哈。这个样子的圆度怎么来的？我请老板最大张的馄饨皮哈，请老板用最大维度的这个size 的水饺的那个模子把它印出来，就会变这样。怎么包是一个很大的重点，把这个皮放在我们的掌心上面，就像包水饺一样。然后接下来是要用这种抹刀来咯，注意看哦，虎口，然后呢，来按压，有没有？这就真的需要有一些技巧啦，就把它按压下去。好，然后你觉得不够，好，我们再添一些。然后尽量压哦，压哦，压到你这样有没有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一颗小小的烧麦就好了，把它放在上头。其实，在包这个其实还蛮疗愈的，我觉得。就看你的习惯。好，再加一点。这个线也可以拿来当做水饺的线。那时候太麻烦了，还要这样子用，不想要用没有关系，那你就直接包成水饺。好。第二颗很简单吧？其实最困难的步骤是在这个整形。好，来虎口放上去，虎口，然后用这支按压，好，往下按压，多做几次就好了。那这个也可以变成一个亲子的互动，我觉得很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都包好了哈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准备这样的一个蒸笼。如果说你们家里头没有蒸笼没有关系，你就拿大型的这个盘子，然后上面呢摆上一个烘焙纸，好，然后我们就依序把它放下去。这样子一包哦，新猪肉加这些料，大概小颗的呢可以包到16颗，然后大颗的大概7、8颗而已，没有办法倒这么多。你看，小巧的，很可爱。好，今天如果你是用电锅的话，水一定要大开哈。记得向外，好，然后水的量呢最少要3杯以上，那绿曲有多放一些哈，把它放上去，盖上盖子，盖上这个盖子，好，小颗的大概我们抓8到10分钟，然后等它蒸好以后，稍后我们再回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好，我们再把盖子打开。然后呢，做最后的装饰。我们刚刚炒了一个这个红萝卜泥，也就是素蟹黄。另外呢，今天这个装饰的绿色的是豌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装饰一下，是不是看起来很漂亮？素蟹黄，然后呢，豌豆，再来素蟹黄。你不放这些都没有关系，你了解吗？这是让我们的画面呢，让它觉得好看。好，今天呢，绿曲用姜黄咖喱跟新猪肉的组合叫姜黄咖喱素烧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今天我们这道新猪肉的咖喱姜黄素烧麦呢，绿曲在这边再重复一下一些烹饪的小诀窍。哦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猪肉，要放一些粉浆粉，然后让它凝固。第二个，杏鲍菇的部分，它代替了海的一个鲜味，你一定要爆香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素蟹黄的部分，你一定要用油把它爆炒，把它颜色呢提味出来。另外呢，最大的重点就是在包这个素烧麦，就是虎口。把皮放在上面以后呢，线放上去，要用这个虎口当做一个维度，往下就是按压。这个技巧说真的是非常需要一些经验的累积。你常做以后呢，做出来的烧麦才会亭亭玉立。今天呢，我们所使用的食材呢，大家可以点我们下方的链接。另外呢，可以上网 Google 打上 PY 素食商城，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所用的一些相关性的食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别忘记哦，按赞。分享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下回呢，绿曲有什么新的素食料理，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您。如果想要吃什么、学习什么，想要知道什么相关性的素食的讯息呢，可以在我们的影片的下方留言。下回呢，绿曲还有什么样精彩素食要跟大家分享，请锁定我们 Peace and Yummy。我们下回见了，拜拜。